最近一段时间我做节目啊，总是不自觉的摸鼻子，所以很多观众在下面留言就跟我说：“王局，你好歹也是央视的科班出身啊，这个做节目的时候摸鼻子看起来有点不雅，你能不能控制一下？”哎呀，其实我也不想摸鼻子，主要是因为我这鼻子是鼻炎，已经有7、8年的时间了啊。一到秋冬之际啊，我这个鼻炎就会非常严重，一有冷空气我就打喷嚏。没有冷空气的时候，屋里比较干燥，到秋冬的时候啊，就特别痒。每次录节目呢，这20分钟的时间，中间总是有那么几个时刻吧，就痒得不得了。俗话说啊，这疼可以忍，但是痒实在是没法忍，所以就忍不住，有的时候会揉鼻子啊。也有很多人跟我说，他说你去买点那个冲鼻器啊，去洗一洗呀，或者去找点药去吃一下啊。最近一段时间，我也准备啊，去到医院去看一下，看能不能开点药啊。如果要是能够控制住，这个我就不摸鼻子了；如果控制不住的话，还请大家多多担待啊。今天呢，我们说一个什么话题呢？就说一下中国的这个动态清零政策啊，就是这种变态的疫情防控措施啊，到什么时候能结束？1年多的时候啊，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疫情防控措施很快就会结束。我当时就说不可能，在20大，包括到明年两会之前都不可能。理由主要是有2个，一个因素呢，就是大家都知道，今年的20大也包括明年的两会是换届年。这个换届，党内要换总书记嘛，这个政府层次要换国家主席嘛。尤其是这一届换届呢，又跟过去不一样，是破例的嘛，因为习要连任。也打破了过去改革开放之后定下来的每届领导人不能超过2届的这么一个规矩，所以呢，对他来说，这个换届的事情呢非同小可，要登基嘛，对不对？要万事一系嘛，是吧？所以这个时候，他肯定不会在社会管理层面上冒任何风险。假如说你现在要开放了之后，有些人到医院去看病。如果要是有人死了，大家都是因为新冠疫情死了，你们网上一聚集，点个蜡烛啊什么之类的，看着闹心，是不是？所以啊，就是干脆沿袭这样的措施。你死嘛还是可以死的，你因为糖尿病死啊，小孩发烧死啊，或者实在你要是活不下去了跳楼死啊，这个没关系，是吧？死就死了，但是你不能因为新冠疫情死。所以呢，我认为其实他在两会之前不会改，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在过去的3年里啊，有一段时间，中国的防疫措施跟美国、西方国家这些比起来，好像还不错。因为美国那个时候每天好像都死那么1、2千人，欧洲也是如此啊，看起来哀鸿遍野。但中国呢，一方面没怎么死人，另外一方面经济和社会生活也没太受影响。就大概1年多前的时候啊，奥密克戎之前的时候啊，所以那个时候就给人一种感觉是风景这边独好。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国内的小粉红天天嘲笑美国和欧洲。所以呢，其实这个防疫的措施啊，它不仅仅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它从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个2条道路的竞争问题。中国的防疫措施变成了证明中国道路自信的这么一个途径，所以它就更加不会轻易放弃了，对不对？但是啊，现在呢，我要做一个修订。我修订是什么呢？就即便到了明年两会啊，这个措施也不会轻易的结束，可能会维持相当长的时间。在我看来，至少还会再维持1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到2024年的春季之前，这个措施不会结束。咱们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啊，来看一下我预测准不准啊？理由是什么呢？理由主要是因为最近也发生了一些新的事情。这些新的事情让我们这些预测也发生一些变化，最主要的就是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发表了3篇文章，大家都知道啊。人民日报的文章写到，说防疫的措施啊要有信心和耐心。新华社这一篇文章是吧，这个动态清零政策要坚持下去，打持久战。新华社这篇文章特别值得注意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篇文章不长，但是文章中间呢有一些口语打了引号，歇一歇呀，松口气儿啊。经常读中国的这些报刊文章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这样的文章一般来说有来头。什么来头啊？其实就是说明这是一个领导重要讲话整理出来的文章。说白了就是那个最高决策者嘛，他肯定最近就新冠疫情的防控局面、防控形势发表讲话了，说不能停，不能松，不行百里者半90，这个时候啊，不能歇一歇松口气儿，
是吧？要继续挽起袖子加油干，是吧？什么200斤不换肩什么之类的啊。结果这个新华社就拿这个东西又写了一篇文章，这种文章写起来有技巧，就是一方面让人觉得这文章是领导那个意字写成的文章，另外一方面要让领导看见文章的时候感觉到自己的话还在文章里面，所以有一些口语就打成了引号，比如说松口气儿啊，比如说这个歇一歇呀，这种话你看打成了引号。这是中国啊那些新华社、人民日报写文章独特的一个特点，所以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最高决策层最近对新冠疫情的未来的形势做了讲话。这个讲话的核心就是要有耐心，这个问题不会短期之内结束。你们不都是认为两会之后我就可以决策要结束吗？你们别想，你们做梦，还要继续要发挥这个制度优势呢，是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昨天的新闻1+1节目啊，采访了这个梁万年。这梁万年的身份呢比较特殊，他是国务院新冠疫情防控小组的专家组的组长。这梁万年呢，过去啊，在03年的时候啊，当了北京市的卫生局的局长，此前也是做临床的啊，然后此后其实就是做行政工作了。前一段时间香港的新冠疫情防治的时候，他也是作为中央援助香港的专家组的组长去的。他呢，应该说是在公共卫生领域内啊最接近领导决策层的人，所以他出来接受讲话、接受采访，应该有特别的深意。新闻1+1这个节目呢，因为当时还是我在央视的时候创办的，所以这个栏目我非常熟悉啊。现在我们不太清楚啊，梁万年接受白岩松的采访啊，是其实有意安排的，还是新闻1+1节目联系他们主动做的？但这其实不重要啊，关键是梁万年怎么说的。白岩松应该说昨天的提问总体来讲还不错，因为他提问的问题都是老百姓关心的问题，主要就是有那么4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疫情已经3年了，老百姓都苦不堪言，你还要提耐心，真的长期化吗？这第一点。第二点，国外8万人的体育场里，大家都不戴口罩了，为什么我们还要搞动态清零？第三，奥密克戎这个病情，这个致病力啊、致病率啊，越来越弱，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这个政策，对吧？第四，有没有考虑到成本问题，是吧？就是尤其是经济成本。第五，大家现在加把劲儿，到明年两会的时候，让你登基结束了，是不是？我们高喊一声万岁，然后你就让我们重新恢复正常生活，行不行啊？就这5个方面，这5个方面都是老百姓关心的问题。但是梁万年的回答啊，我觉得意味深长。首先呢，他说现在这个病毒啊，其实这个老百姓的身体抵抗力跟这个这个病毒的传播性之间还形成不了一个对抗，所以需要公共卫生领域的那个干预措施，是吧？现在奥密克戎虽然你的致病率非常下降了，但是死亡率可能非常高啊，就是我们有14亿人的基数啊，你这个一成就不得了啊，是吧？所以我们还得坚持这个措施。当然他这个说法我觉得不太站得住脚，为什么呢？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是你到底这个死亡率是多少，你公布啊，到底是多少啊？梁文宏医生做的调查以上海为样本，显示年轻人群总中死亡率是0，老年人群体中间死亡率大致也相当于流感，那这不是数据吗？如果它的数据只相当于流感，那你实行动态清零的理由何在啊？对吧？你不能只讲道理不讲数据啊，数据才是政府科学决策的依据，对不对？然后他又说了，说中国啊现在药物啊疫苗啊虽然说有效，但是呢好像不能建立免疫屏障。中国由于过去一段时间呢，这个所谓的这个防疫措施搞得太好了，所以形成了一个全球的免疫洼地。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贸然开放的话啊，这个其实有风险，搞不好导致大规模的死亡，医疗挤兑。话有道理，但是我们想问的是，免疫洼地形成了，有没有什么破解之道啊？如果我是老白岩松，我当场我就会追问他，好，免疫洼地有办法破解吗？假如说我们中国要是接种辉瑞疫苗的话，接种莫德纳的话，这个免疫洼地会不会就建立免疫屏障的吗？如果能建立免疫屏障，我们为什么不进口辉瑞疫苗和莫德纳呢？
这种问题要追问他，我估计他就傻了。当然，我也理解老白啊，在央视的那个平台上，其实有的时候最多只能把老百姓关心的问题问出来，其实是不太能够追问的。真要追问了，搞不好啊，下次就没有机会坐在那个地方了。因为什么呢？犯忌。其实那个梁万年在那个地方真的是为了回答老百姓的那个疑问吗？并不是，他是在维护所谓的这个政策的正当性，并不是真正想要回答老百姓的疑问。所以其实你看央视的采访啊，他就不能追问，一旦要是追问的话，他就会露馅儿。你包括人民日报那篇文章，人民日报那篇文章说白了，其实就像我过去说的，用讲真话的方式来讲假话。为什么？他那篇文章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他说世界卫生组织警告了，今年呢冬天呢这个新冠疫情跟流感有可能叠加，增加死亡率，所以要各个国家不要掉以轻心。这个话一说出来，给人感觉世界卫生组织是支持中国的防疫措施的，跟中国站在一起的。而美国、西方这些国家，你们之所以让大家恢复正常，其实你们是不负责任，你是躺平。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专门查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网站啊，发现世界卫生组织就新冠疫情在过去一段时期里头发表过两次这个公开的意见。一次是9月22号，谭德赛同志在那个世界卫生组织就新冠疫情的论坛上发表的讲话，那个论坛的标题就是全球大流行，新冠疫情啊胜利在望，结束在望。这是一次。另外一次就是10月5号。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个媒体的通气会，这个通气会里头讲了他们对新冠疫情的评估。他的确讲了啊，鼻子我又痒了。他的确讲到了，他说过去2年，由于世界各个国家的人，世界各个国家的政府都制定了比较严格的这个防疫措施，这些防疫措施实际上跟防流感的措施是相通的，所以很多国家呀，世界上很多国家流感也不流行了。但是由于现在今年很多国家恢复正常了，所以流感在今年的冬天会重新归来。那么新冠疫情叠加流感会形成今年的防疫措施的新局面、新特点。这个话他说了没问题，世界卫生组织。但是他后面还有话，他说什么？他说啊，但是死亡率不会增加，死亡数字不会增加。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有效的疫苗给大家建立安全的屏障。这个信息你看人民日报里它有吗？没有了。所以世界卫生组织无论是谭德赛那次讲话，还是包括这一次的媒体通气会，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号召各国政府给自己的国民接种有效的疫苗。这个结论有吗？我们人民日报的那个文章里有吗？也没有。所以我说他们这个宣传的思路就是用讲真话的方式讲假话，就是这个道理。他只给你提供部分事实，他是先有结论了，再去找那个所谓的论据，把那个论据剪裁的符合自己需要，往这一放，就写成了文章。这就是人民日报的逻辑，包括也是梁万年的逻辑。要说啊，这个，我个人觉得啊，其实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了。从公共卫生角度来讲，我觉得梁万年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就中国的确有一个免疫洼地，如果要开放的话，确实不能简单的躺平，需要为这14亿人的免疫洼地的这种状况呢，建立一个免疫保护屏障。但他自己也说了，中国的科兴疫苗做不到这一点，事实上做不到这一点，对吧？他说西方国家里头退到了医院这个程度，是不是？但是是防重症、防死亡，我们中国只能往前移，是因为我们中国的疫苗不行，药物不行。那么现在的问题核心是，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进口疫苗呢？换言之，我们如果要想解决这个免疫屏障问题，必须要通过有效的疫苗建立起来免疫屏障。那好了，这个有2个条件，有2个路径啊。第一个路径就中国自己研发的 mRNA 疫苗啊，上市，效果达到辉瑞和莫德纳，给全民接种2针之后建立免疫屏障，这是一种方案。大家都知道，国内的沃森生物的那个 mRNA 疫苗啊，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开始做实验了。现在印尼已经批准上市了，但是国内还没批准。我猜它的效果肯定跟辉瑞和莫德纳的有差距，否则的话早应该上市了，1年的时间了，对吧？第2条途径就是，如果国内的不行的话，那么你就只能进口辉瑞的或者是莫德纳的。
我原先前几天也做节目了，他过去一直纠缠于想用市场换技术嘛，这个莫德纳不同意嘛，辉瑞也有保留嘛。所以如果现在要是放弃所谓的市场换技术，其实辉瑞和莫德纳都可以给中国提供疫苗。那假如说我们走第二条途径，就从明年两会之后，我们从辉瑞和莫德纳进口疫苗的话，那么全民如果接种2针，形成这种免疫屏障，覆盖90%的人口，一般的测算需要8到12个月的时间。所以我的预测啊，就是即便是从明年两会开始决定放弃国内自理研发了，我也放弃市场换技术了，我就从辉瑞和莫德纳进口疫苗了，也需要1年左右的时间，这个免疫屏障才建立得起来。也就是说，真要是那样的话，也需要至少到2024年的春天，中国啊才有可能彻底开放，各位的生活才能恢复正常。这就是我预测的这个所谓的逻辑啊。说句心里话，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心情挺沉重的。为什么呢？因为从我个人角度啊，我自己在国内有很多亲人朋友，然后呢，即便不是亲人朋友，这14亿人都是我们的同胞。说句心里话，看到每天大家因为风控、隔离所导致的那些悲剧，大家无比的痛苦，我心里也挺难受的。我也希望啊，这样的防疫措施尽早能够结束。所以我过去也是认为，在两会左右结束的时候啊，大致就可以开放了。但是现在看来还不现实，可能还要持续更长的时间。但是你想一想吧，普通老百姓啊，这根弦呢已经绷了太长的时间了。对于那些社会的低收入者来说，这过去的3年的日子啊，应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啊最难熬的3年。送外卖的不能送外卖了，上大学的不能上大学了，然后那些工厂里的工人不能上班了，包括国家机关的干部每天也在加班加点的工作，但其实看不到尽头。这就是今天的社会现实嘛。还有很多因病死亡的，还有很多熬不下来跳楼自杀的。就在前几天，上海财经大学的学生被连夜转运，兰州文理学院的学生被关在学校里头自生自灭。很多人把素材发给我，希望我能做一期节目。其实啊，在一个全民都不被当作人的时代，过去的天之骄子现在也不过是社会的弃儿。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每个人所面临的共同的命运，没有太大的差别。我们经常说啊，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寒冬过后是春天，这是自然规律。但是对于社会进程来说不一定，某一个人的意志啊，就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左右社会的季节。所以我们都说冬天之后是春天吗？现在看来啊，冬天之后可能是更严酷的冬天。所以啊，我只能祝福国内的同事啊，国内的朋友啊，大家可能要做好长期应对疫情的准备。我打了上1年，4、5年都在隔离。什么是隔离啊？我从交大从3月份一直隔离到现在，暑假回来又在这边隔离，来了依旧隔离。我们也一直隔离的呀，一样的呀。我还有一直没来。我们也一直隔离。我才回来呀，我才隔离了回来呀。我知道，我能理解心情。我跟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接触。我知道，我能理解。那我们也没有接触，我们以前隔离这样。那你加5就2加5啊？为什么又加码呀？哎，那快点好吧，那快点好，我走了呀。对呀。没事，你放轻松点。我怎么放轻松啊？没事的，只是把你隔离在这里，不要紧，大家整个好像都一样的。如果都一样就都一样，为什么我就要例外啊？没有，整个好像都一样的。你隔离。